小南27岁，来自河南，是一名销售。来，有请小南，有请。女嘉宾小陈24岁，同样来自河南，金融从业者。来，有请小陈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！谈恋爱多久了？有半年了。哦，才半年啊！对，今天谁要来啊？是我要求过来的。哎呦呦，你要求过来干嘛呀？这段时间我们老是出现各种问题，也老是吵架，矛盾也不断。然后呢？我和他也谈过，但是他这人脾气比较倔，听不进去。想来节目，然后看一下情感专家给的建议。说说吧，怎么了？就好比我们在一起之后过的第一次非常重要的节日，是我们的恋爱100天日，那天也正好是七夕，中国传统节日。关键是他什么也没有准备，我就觉得他特别对我不上心。我不是说没有准备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七夕嘛，我们刚好100天，真的是100天。对，他特别在意这个，然后是我也挺在意这个日子，100天了嘛。我说纪念，然后是那天就是都知道七夕节就要回家陪女朋友干啥的，我们领导当天就说了，今天工作完再走，要不然谁也不能走。你工作完了，那当然应该下班再走嘛。对，但是他着急，你知道吗？他性子特别急啊。不是因为平常他也他工作的时候下午时间比较自由，那天他没告诉我讲说他领导要求他加班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。我说买束花吧，我们楼下刚好有一个花店，我说就买了一束花，买了一束花写了个贺卡，我说赶紧送过去，先有个花。然后是到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在一块吃个饭干啥？惊喜都在晚上嘛。送花的打他电话打不通，一直就打不通。早上9点一直打到中午1点多。那我手机不是没电了吗？而且再说哪有男朋友送女朋友花快递过来的呀？而且还没贺卡。我真走不开，就是因为怕他性子着急抱怨干啥？我说先送个花过去稳稳心，结果人家送不到，他就一直抱怨这事儿。到晚上吃饭那会儿，又是人家男朋友怎么地，女朋友收到什么什么，我说咱白天不是有事了吗？送了个花，晚上咱一块吃饭，结果那个饭也没吃好，不欢而散，闹了半天，一直说，就这事儿。不是这样，主持人，他不是1次2次这样的，那3番4次5次还是这样。就像我过生日那会儿，还有生日，哎呦，他什么都没准备，也是，又是说有事儿，公司上的事儿，然后到最后也是这样。我这人就是比较粗心大意，你要说今天周几我知道，你要说今天几月几号我真记不得。那天就是家里有个事儿。你女朋友生日是周几？我这真没记住啊，我知道几月几号。然后是就是家里边有个急事儿，就说回来一趟吧，老家有急事儿。我说行，回去了。第2天我翻手机，突然一翻，我说刚好今天过生日，然后我就赶紧往那边赶。我赶过来那会儿已经晚上8点多了，他给订的饭，然后我们在一块吃的时候他也没说啥，吃完饭他说礼物呢，我一想我说这大晚上的回来啥也没准备，挺不好意思的，我就说咱明天吧，我明天我给你备上，我一说他就不行了，他就毛了，他越来越火。哪有过生日送礼物还得改天啊？肯定是当天送才有意义啊。过了不就行了，干嘛非要送礼物呢？那我真是回来晚了嘛，那有事儿。那你提前几天咋不准备呢？我之前那咱俩过来，这是咱俩好以来第一次我过生日。你生日那时候我咋跟你过的？当时他生的时候我们俩还没确认男女朋友关系，当时几个朋友一块过的，因为我玩的比较好，处的比较好，我就给他自己制作一个 DIY 蛋糕给他过生日，当时他也比较感动。那强烈的对比下，我就觉得我们那会儿就是说在一起，确实是因为这个生日蛋糕，因为那会儿我们不是特别要好，但是他特别的细心，我就看上他细心了。那个 DIY 确实我感觉特别的细心。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特别让我生气。最主要的啊，就是我妈住院那会儿，就今年9月份。然后当天我给她发微信说，因为当下午我去的医院，然后下午都在忙那个住院手续，晚上的时候我才得空，我给她发微信说，我说我这会儿差不多快忙完了，你那边怎么样？你为啥一直都不给我打个电话？因为中午的时候他知道我妈住院这个事儿，他也知道我几点回的家，但是他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，一直到第2天早上的时候他才跟我说，昨天晚上什么同事聚会，公司有事儿，然后又是喝醉了，又是睡着了，在我最无助、最崩溃的时候，他都没在我身边。
当时那种情况，我心情特别糟糕，想了一夜没睡，想了很多，就觉得这段感情。家里打电话那会儿，咱俩是在一块儿的，然后家里打电话说是阿姨那天受了点外伤，我怕她着急，就是因为我们认识时间还短嘛，就没到见双方家长那份上，我就说你先回去，稳他心。我也没要求说你到医院，我说你最起码连个关心的电话你都不打，而且每次遇到事你都是。同事聚会喝醉了睡着了，每次都是这样，我能不生气吗？这事搁谁心里都不舒服。没有每次，我说你先回去，然后就刚送走他，然后同事就打电话说晚上就是老总就是聚会嘛，说是要聚会，我说行，我就怕耽误事儿，微信里边我给他留言，我说你有事儿直接打电话，不要微信了，我怕看不到，我说你给我打电话就行。然后就是聚会了，那天晚上喝酒，确实没喝多，但是我比较困，我睡得比较早，到11点50多，他给我发了微信，他说我医院那个事儿安排完了，你给我打个电话吧。当时我确实没看到，我第二天早上看到了，我就给他打回电话，打了几个就不接，然后微信给我就直接发过来说咱们分手吧。当时给我气的呀，这真的这不是第一次了，我们半年这都不是第二次了都。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提分手啊？第一次更奇葩，第一次他下班了，我们家离公司也不远，然后他说你接我吧，我说行。刚好那会儿就来个电话，然后同事说有一个业务嘛，就是你要不要做？我说行，然后我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我说那个我谈了一个业务，你稍微等一下，可能慢一点，我过去接你。他说行，结果人家一打的时间有点长，估计也半个小时那会儿吧，然后他着急了，他又打过来了，我说行，我就过去接你。我过去接他，当时就给我甩脸色，不搭理我，然后回屋之后直接跟我说咱分手吧。当时我就懵了，我说干啥呢？不是主持人，情况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当时我让他去接我的，那时候我蹬着高跟鞋走了一天，我真的很累。虽然公司离他家比较近，但是我还是想让他来接我。然后说让我等吧，我说好，那就等。然后这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，将近1个小时那样。然后我当时就发火，我这人特别不喜欢不守时的人。然后他这一个电话打了可长时间，而且最后还是我打过去问他你来了没有。每次都是这样，他每次就是遇到事老给自己狡辩，老是不主动说。不是这个，我主要觉得你没事儿，你老爸那个分手挂在嘴边干啥？虽然说我们就是到现在，你看才半年，说了2回了，我特别生气这事儿。哎，你们俩就这么闹，你们这些朋友怎么看你们呀？他不让我跟周围朋友说，一个都不让说。啥意思啊？就你们俩的恋情是秘密的？我没有不让你说，只不过因为之前我们是同事，在一个公司一个办公室里边。然后我这人不喜欢办公室搞恋情，但是我们没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以前，我们就是朋友，在公司也有共同的朋友，当时就一块儿出去玩干嘛，然后老是有人撺掇我们在一块儿，那时候没感觉有啥。不让公司说我们一块儿出去玩，他做的更过分。一块儿出去玩，我说作为一个男朋友，就是我去点个菜干啥，这就是男生干的事儿嘛。我去点个菜，我点啥他都不吃，点啥他都不吃。他口味比较重，我口味比较清淡。大早上我只想喝杯清淡的粥，他点了一堆油腻的菜，大肉啊什么的，我就不想吃。那个他就觉得我甩脸色给他了。那还在一家公司吗？没有，现在不了。是因为男女朋友所以走了是吧？一部分吧。然后就是白天我们一块儿去玩那个水嘛，就划船还有漂流。我给他递毛巾，那山里边早上嘛，他其实还是挺冷的。我说递个毛巾，你擦一擦吧。我举了半天，他都不理我。当时我觉得特别尴尬。那会儿都大中午了，而且那时候在玩漂流，就是在那个船上很急，大家都是互相泼水这样的。那我不是我就没注意到你给我递毛巾，那你老是想太多。那次有一次吵架的时候，他都给我撂下一句话说，没遇到你之前，我都没想过要搞对象或者怎么样。哪有每次都说？没有每次都说啊！他说了什么你就着急了？你再把那话说一遍，我没听明白。就是没给我搞对象之前，他们没想过要处对象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这不是从一个侧面说你让他。对，他在生气的时候说这句话，那我就理解。你的理解是？你是不是就没诚心要跟我搞对象？我不是这样的，因为啥？因为就是我接触社会还比较短嘛，刚退伍回来之后，我就想自己一个人挺好的，因为我自己我也不邋遢干啥的，我自己打扫卫生，自己做饭，我就觉得挺好的。我就没想着就是说要找一个对象。之前他也知道有人给我表白干啥，我都拒绝。我就说自己想过个1、2年吧。然后就到他了，我就觉得不行了，这姑娘确实挺好，细心温柔，我就想跟她在一块儿。我当时是这么意思，我说要不是你要换个人，我就不要她。
这个意思。就是你曾经还是个抢手货是吧？大概委屈了。他老是这样，一遇到问题老是说自己我其实问题非常简单啊，都闹得这么不愉快了，为什么不分手呢？他有时候他就脾气特别着急，他就一遇事冲动，你知道吧？他特别冲动，什么狠话他就往外撂。哦。但是其他的他人确实好，特别好。哦。啊，特别细心。你呢？因为平常他对我各方面都挺照顾的。哦，对你照顾的还比较好。嗯。就这人讨厌是吧？就那个倔脾气，老是不主动，然后让我觉得。这几件事儿，七夕节还有这个恋爱100天日，我生日，包括最主要的就是我妈住院这个事儿，他老是不主动。我不是不主动，我都准备了，但是刚好他都有事儿。那你回都有事儿吗？少说2句，让我说1句。好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，来吧，宇东。在感情面前，一对人刚刚交往半年的新人，这个时候应该还是热恋期。这个时候2个人在彼此的行为模式上、互动方式上，应该还都是抢着主动去表现。因为是热恋期嘛。我平时的话，我觉得我做什么也挺主动啊，做饭呀、你不太主动，就是我们俩说的主动可能不是一个概念。那个主动是什么呢？比如说他生病了，他需要援助了，他需要帮忙了。不要等他开口，他心目中期待的那个你做的行为就已经出现在他眼前了，那个叫主动。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不是要等他给你任何信息来指导你应该怎么做，而是你要提前判断哦，我的女朋友她未来有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啊？那我有没有准备？或者是我现在做的这个小动作会不会让她觉得很幸福感、很快乐、很感动？主动去想你们明天的事情、后天的事情、下个礼拜、下个月的事情，这个是我觉得可能热恋期的情侣一个非常普通、不能再普通的一个行为习惯了、行为方式了。男孩要主动对女孩，女孩也要主动对男孩，因为你们才交往半年嘛，对不对？新鲜感还远远没有过去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就是你知道，刚开始交往的情侣，其实就像懵懂的孩子一样，我们可能什么东西都不主动联系，可能是因为当下有这样那样的原因，不代表什么。但是主动的那一方，他一定说明问题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要让你知道我爱你。所以在热恋期的男人和女人，主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你怎么可以容忍对方对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诉？我妈妈病了，结果我想找一个依靠。一个心理的寄托，哪怕是一个一通电话的安慰都没有，你怎么可能让你心爱的女人在热恋期的时候对你提出这样的控诉呢？对方的妈妈，那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，正是你需要表现的时候，机会来了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不要太死板，你要试着去积极一点，主动一点。如果前提你认可这个女孩的话，你愿意跟她有更好的明天和未来的话，你要积极一点，要主动一点。好不好？加油啊！我很看好你们俩。好，谢谢张老师。来，珊娜老师啊，不太会谈恋爱哈，有点抓不住女生的心思。是。而且也觉得谈恋爱有点麻烦。你刚才有一句话就透露出了这个你隐藏在内心的一个小声音，就是你说你一直觉得一个人挺好的，你也会做饭，也会收拾家，你一个人就可以来得了，再找一个女朋友，后面的话就没说。我替你说，就是觉得谈恋爱有点麻烦。谈恋爱就是麻烦，因为要花心思。如果你不花心思的话，这恋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。你爱的那个人就会变成难缠的一个女人。所以如果要是选择进入了一段恋情，就要花心思，就是麻烦，不是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的。女人的心思就是得猜。但说到猜心思这一块儿，我想说一下女生。其实在你们2个人的感情问题当中，我不觉得男生的问题有多么严重多么大，反而是你。因为你在跟他在一起之前，你应该就了解过他这个人的品行性格。他其实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木讷或者说很直给的一个男人，就是你要怎么样你告诉我，我照做，但是你别让我猜来猜去，最后没猜中你的心思你就乱发一通脾气然后提分手。
在他看来，分手这2个字儿非常的重要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说得出口的。所以你如果了解了他这一点，理解了这一点，就应该换一种交往的模式。每一个女生都希望收到惊喜，对纪念日、对这个日、对那个日都有期盼、有憧憬，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能够做到怎么样的形态。但是那些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看到的电视剧里面的东西，不是每一段现实当中的感情都会真的能做到那么完美，做到你心里面的那样。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，每一段感情都不是完美的，我们要接受它的不完美。他可能在这段感情当中，对于你们2个人的感情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。确实他可能怕麻烦，觉得花心思很麻烦，但是你要教他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莎娜老师。来，涂老师啊，真正的爱情有道而无术，道就是爱你的那颗真心，术就是恋爱的技巧。如果一个人有道而无术，说明他心里想，但是目前不会。不是说他心里根本不想，所以才不愿意去做。这不正是好事吗？说明他还很单纯。那如果说你喜欢的一个男人是有术而无道，像现在有些男人一样，谈恋爱一套一套的，你喜欢？说什么都特能来事儿，就是没有一颗真心，你喜欢？所以如果你内心能够确认你面前的这个男人是爱你的，只是他缺乏一些技巧，你应该觉得欣喜才是，因为你出现在他的生命早期，你可以拥有他的单纯。而如果说像你自己所说的，哎呀，他这个也不懂，那个也不懂，我要去教他，教他就没意思了，应该让男人自己去悟。如果一个男人有心，你眼睛只要扫了那个耳环一眼，他明天就给你买回来。你只要这一次点了什么菜，他下次就记得，他就会点你喜欢吃的。如果用心，就会这样去做。当然这个东西要你自己细细的去体味，他到底有没有用心。不要找一个套路很深的男人，因为那样的心是琢磨不定的。所以看你自己感受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觉得他对你是有一颗真心的，你就好好的把握这份真心。至于术的层面，也要靠生活本身来磨合，好吗？好，祝你们幸福。在生活里面不要刻舟求剑啊！所谓刻舟求剑，就像姑娘这样，你设定好的一个方式，让别人按照你的方式去恋爱，自然一切就好。谈恋爱最重要的是经营，学会去适应，别那么挑剔。谁谈恋爱一找的就是自己想要的那个呀？没有嘛，都是互相经过打磨之后磨出来的，就这么点事儿。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同班同学的母亲，住院了，当时你们俩在一起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同班同学的母亲住院了，他身边就你一个同学，没其他人，他觉得心里没有着落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？他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。他需要什么？他需要我安慰他，我就安慰他；他需要钱，我就给他钱。他什么都没说，你做什么？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姑娘看见没有？不同的人其实在生活里面是不一样的，这是他的回答，有错没错？我觉得是没错的，就是在他的认知里面就是这样的。还有人的答案是什么？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，我应该陪他去医院啊，因为医院挂号乱七八糟的，我就应该陪他去忙前忙后啊，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回答。但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要找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，在最基本的上面冲不冲突，你自己去考虑。男生也是一样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因为最近确实是事儿挺多的，然后好多事儿惹得你也不开心，我确实很抱歉，但是我真的是喜欢你，我就想咱们这个感情会越来越好，然后咱们
慢慢的会结婚，咱们一直在一起。咱俩闹矛盾闹这么多次，我也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但你一直就是这种倔脾气，也听不进去我的建议。我在想，有日子还长，你要一直这样倔气脾气不改，那以后日子真的很难走。我这个脾气肯定会越来越好，肯定不像以前那么直了，我肯定会慢慢改好的。我们都在想象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，请回啊。半年的一段恋情，双方已经就很多问题产生了意见和分歧。女生是满怀着委屈，男生又是一脸的这个不解。男生觉得我只是这个技巧不好，我是真心的在对你，可是女生却会觉得说，到底是因为技术呢，还是真心呢？其实在这个背后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因为对于一段情感的理解，大家是不一样的。最重要的是相处的两个人是不是觉得舒服，所以我们都不需要那种教条主义啊，随心而动，因为这才是恋爱的初期，只有半年。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会给这对年轻人一些启示和启迪。来看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来吧，在我的耳边对我说，我已经真爱了。所以女生啊，哎，你这个，你知道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以后就多包容他，接受吧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走不动了是吧？哎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正属于这对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个话哈。那跪下，就别跪了吧。在爱里等着你。被你推洗揉中的你，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再迟疑，把我抱紧，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，不想确定日期，拉长幸福距离，来填满回忆。请亮灯。这好像是这个舞台上这个环节当中你最亲热的、喜欢的嘞那个样子，我你知道刚才这两位老师说什么吗？啊，莎娜老师送给你的，说以后在吵架的时候直接堵嘴是吧？就这意思是吧？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，祝你们幸福，好好磨合吧，请回啊。这边。哦。在爱里等着你。